这一晚，哎呦，搞的是腰酸背痛啊！尊敬的网友们，大家好。这一夜，外面是多么的热闹，又是鸭子，又是鸟，又是不知道什么的，一直在那里嘎嘎嘎嘎嘎嘎嘎。哎呀，我去，真的，一晚到亮都没怎么睡着。喂，快点走开！好大一头牦牛在这里。咖啡，咖啡，别出来！你在舔我们的耶！你在这里舔啥呀？啊？我们那钢板上有啥？有盐，可能我们洗碗的时候，有的时候倒的那个水，吓我一跳哦。看嘛，那外面的那种鸟在叫，那种大鸭子，就是那种外面。这我还不敢出去了，快点走，快点回去了，没听见吗？嗯，嘿，咖啡，回来，快点！你不想活了是不？这么多牦牛在这里，你跑出去，算了，咱把门关着，一会儿再出去，等会儿再出去拍鸭子。这个大的走了没有？我去，咱家这咖啡的真的是把你吓到没有啊？啊，你还要出去嘚啦当的，妈别人可能外面7、8头、10来头牦牛，真的呀？把我都吓了一跳，那门一推开。那我更不敢去。我想的话，应该就是你的洗碗水倒的时候呢，有的时候那种洒在这钢板上面去了。我看有一头牦牛这么长的舌头还在我们那尾板上面的舔哦，肯定是有盐分，它在舔盐。咖啡不能出去哦，乖的，它那个锅巴剁到你一下的话，吓人的很哦，把你顶上天。不能出来的，我都怕得很。咖啡，你先就在这个窝里面，别出来，吓人。走了没有啊？走个屁呀，不走啊！嗯，不走啊？哎呀，走吧，回去了你们。回去了。哎呀，好几百斤了，吓人了。又来了，有个小的这边。听见我们的声音，它还是挺吓。这边多得很呢。对。哇塞！不在我们车旁边呢，我们怕你。嗯。你好吓人嘛，几百斤一坨家里。而且一群的。但是家养的呢还好，它感觉还没什么攻击性。就是咬的时候，我们在床上睡着，是听见，除了就是那种鸭子，哎，那睡醒那种鸭子在叫，嘎嘎。除了就是它这个好像什么在打架，妈整的一晚上都没睡着。我还以为就是那鸭子给搞了半天，把这些牛在这舔咱的钢板嘛，把咱的钢板都舔绿了哟。这个都舔亮了。一天天的这个家伙。算了，我感觉咱暂时不要出去耍了，把门给关到起，这安全一点。等会儿等他们走了来，不然的话，虽然说家养的一般是没有攻击性，对不？但是还是怕呀，它万一拱到你一下的话，那个咱受不了。所以说现在没事，我想了一下，因为咱这个低配本房车这里也要塌下来了，干嘛这里拱起了？我想现在没事，咱把这里给维修一下，不然全部塌下来就完蛋了哟。呀，好像牦牛走了，这些鸭子在这里叫，看见我们出来就跑了，这叫的，可能这春天了是不？别人也在谈恋爱吧，应该是。可能是咱的车在这里停着，把他们给打扰了。
看一下，咱这个好好的又挖了一个洞。哎呀，我看得起都恼火。这玩意儿在家里面想的特别的美好啊，咋知道它这玩意儿一出来，它就不是那么一回事儿呢？接点水来洗个手。这个车里刚刚弄了一下这个保温隔热棉啊，又加上车里面装有那个煤炭，一摸到哪里到处都是黢黑。这个和真正的房车比起来，这个一天手都要多洗几次。哎呀妈，稍微洗洗就得了，一会儿摸到还不是全是黑黢黢的。我们的蹄花汤都热滚了，我还把火给备起了，怕的是把这个冷蹄花汤给热烂了。小妹儿，我想吃点面，蹄花面。可以啊。虽然说到这边高原来我们很少吃面，因为特麻烦。怎么这个煮不好哎？煮不好，等会儿我拿膏药锅来压。好好好。把咱的秘制膏药锅拿出来。有经典的这个。今年还没有用过这膏药锅。宝贝儿全在床下里。什么玩意儿掉了？我咋知道？那个。秘制膏药锅这里咋还有一张鼠标片了？看一下是啥掉下来的。给朋友们看一看这里的海拔吧，3700，这煮面就有点麻烦了，必须拿高压锅，不拿高压锅的话永远都煮不好的。这边煮面条，我拍给朋友们看一看，是有多么的复杂，真的，没到过高原上面来的朋友肯定不能理解。我们没来过，我们都不能理解。先把干净的水放在高压锅里面，咱开大火，把它先烧开，大火嘛关熄火了，燃起来，燃起来。大火先烧开。现在水已经开了，水已经开了就要下面条。这玩意儿在家里面平原的时候，看着特简单的事情，在这边来。就有点复杂喽。这个下来要吃饱哦，因为做一次好麻烦啊。必须要吃饱啊！不能搞得太少，再抽一点点嘛。咖啡也喜欢吃。哎，对对，咱家咖啡也喜欢吃。下的时候心子大得很，后头起码剩一半多。这现在要做的就是把这些面给全部弄到水里面去，弄到水里面去了之后就干啥呢？把这个锅盖给它盖上，拧紧，必须要拧紧。再把这个高压锅的这个阀给它上在上面，再大火给它整了上气。那些水都喷出来了，是不？哦，基本上它上气，出一会儿，出个20-30秒吧。关火。现在要做的就是我已经打了2盆冷水在外面去了，走，跟着咱。走吧。必须要马上给它降温，不然你这个阀揭不开。揭不开就炖软了。对。给我吧，那个给我吧。好，现在咱来打开看一下。看一下，是不是想要的那起效果？熟了没得？主要是看，我尝一点看。看那个样子，好像是熟了的。这筷子是巧的，一点不好捏。软呐，好像。趴很呐。趴很呐。因为上去了差不多1分钟了，他叫我压2-3分钟。我说猪脚杆才压5分钟，你算一下嘛。
融得很了已经。这么大一个吃不完了。要点这个蹄花，整点这蹄花汤，先把面挑了来嘛。一样的噻。这边高原上面下面条就是这么一个过程，朋友们，是不是比家里面要复杂一点？还有就是用的水也要多一点，因为你冲那个高压锅的时候，必须要很多冷水。我看他们那个面馆，我们去吃面的时候，我看他们也是这样下的，一个流程一个流程。他那种大的高压锅，还有水饺这些也是这样煮，一上气了，拿到那个水龙头那里去冲，感觉这个味道意义不一样，虽然趴了一点，但是它那种煮出来跟我们那边那种面不一样，有点滑啊。对，它煮出来要滑一点，就是多压了一会儿。这个可能上气压不了30秒，上气10多秒，立马端下来拿水冲。还有一个朋友们，耶，好像那鸭子没叫的。好像是，我刚刚都还叫的嘎啦嘎嘎啦嘎的，他们也回去吃饭去了。估计是吧。大爷，咖啡大爷，起来吃饭呐！他把脑壳转过去了，喊你起来吃饭呐！起来吃饭！一天天的嘛，吃饭还要请你，过来噻。这真的是养的保安吗？还是养的大爷哟？不要慌，我再给他和狗粮。水起，妈像岳母这样的水起爪子吧，一天都会。哟，那说娃儿给我端点辣椒。蹄花面加狗粮，这生活怎么样？我就问你，咖啡，感觉可以不？可以就叫一声，叫出来，叫听不懂普通话。叫个串吃点烂面来叫，一天到晚酸得很，黑哥把我酸得够够的。他好像的注意力都在那个碗那里了，根本就没有意识叫的。蹄花面还是有蹄花味的吧？老子马上给你找。我还捏了坨肉跟他的，那个猪蹄口那个叉叉高头有毛毛，我咬起来吐给你的肉啊。还跟我说肉啊？你那个活狗翻不动。来了，这么大一坨肉。啊，不是咱家咖啡喜欢吃面，这游了句说了句，咱家还是挺喜欢咱家咖啡的。咖啡最喜欢吃面条，真的特别喜欢吃面条。一会儿面条绝对先吃完，狗粮他不怎么喜欢。这火锅不怎么咬过你说，但是咱车上没什么棍子啥的，这没关系，干净的，高温消毒的。行了，朋友们，咱这个视频就这样，感谢朋友们的观看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。